这是号称全球最危险的监狱，可看门的却是一只狗，因为进来的人就不会逃出去，就连杀人狂魔进来也变成了乖宝宝。只因5年前一个男人主动来到监狱，重达万斤的铰链门不仅被他一脚踹飞，监狱40亿囚犯更是被他暴打了一夜。从那以后，男人变成了监狱的霸主，并派了一条狗看守监狱，而100年来竟无一人踏出监狱半步。此时监狱内一众大佬委屈巴巴地跪在地上，有要把10套顶级别墅送给你的，也有要把千亩油田孝敬你的，而他们的目的只是想你离开这座监狱。如今这天终于到来了，5年间诛灭王家的凶手你已经调查清楚，如今出狱自然要为王家报仇。当初看着血亲倒在血泊中，你死里逃生，被师傅带上山，学了一身无上功法，原本打算直接下山报仇，可师傅偏要让你先进监狱修炼心性，寻找线索。如今一切完成，是时候走出监狱了，但复仇之前，你还需要先将师傅定下的7门婚事给退了。你环顾众人，笑着，礼物我都笑纳了，全部打包好，待会儿就走。众人一听，顿时喜极而泣。监狱长亲自张灯结彩，欢送你离开。有你在，这个号称铁面无私的活阎王也不过是个小弟，整天被打的他妈都不认识。而就在这时，监狱外一辆红色玛莎拉蒂停在门口，车旁站着个黑色大长腿，黑色风衣中间垂下根带子，给人的感觉英姿飒爽。他叫陈薇薇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退了小时候父母定下的包办婚姻。这会儿你拎着破麻袋，直接坐进了副驾驶。你好，送我去天海城，放心，车费少不了你的。陈薇薇一时间还没回过神。你是谁啊？谁让你上我车的？赶紧给我滚下去！话刚落下，她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越看越眼熟。你是不是叫王玲？你微微一怔，没想到我的名声这么快都传到监狱外面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王玲。现在可以开车了吗？你是刚从监狱出来的？没错。那就对了，王玲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薇薇，是和你有包办婚约的未婚妻。我找来你就只有一件事。陈薇薇，我印象里好像是有这么个人。你先等等。陈薇薇愣了几秒，看着你在破麻袋里一通翻找，没一会儿，你翻出了7张红色婚书。陈薇薇，你自己找找，看看你是哪一张，赶紧处理完，我还得赶下一位。陈薇薇盯着你手里的7张婚书，整个人都懵了几秒，心里忍不住发懵，这算什么情况？他不就是个劳改犯，怎么可能还有7个人和他订婚？肯定是在这装模作样，真是死要面子。他开始一张一张翻看，寻找自己的婚书。第1张上面赫然写着火灵儿和王玲缔结盛世良缘，光是这一张就让陈薇薇彻底看傻了。火灵儿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天海城首府的千金，身份尊贵，独一无二。震惊之后，他反而更认定眼前这个劳改犯就是个疯了的妄想症患者。天海城首府的女儿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劳改犯？一开始只是不想接受包办婚姻，不想嫁给劳改犯，这才过来退婚。可到了现在，从骨子里开始厌恶你这种人。剩下的婚书他也懒得继续细看，直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张。王玲，从这一刻起，行了，找到就行，总算退了一门婚事。陈薇薇，从今往后我们之间再没有半点关系。陈薇薇看着你这副神情，瞬间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。你一个劳改犯被自己退婚，居然还这么开心，难道不该后悔，不该惋惜吗？可为什么他给人的感觉反而像是彻底松了口气？没来由地，陈薇薇只觉得自尊心被狠狠挫了一下。她稳了稳情绪，语气冰冷又认真。王玲，这门婚事是我退的，还有这里是20万，钱你拿着，以后别再妄想缠上我。王玲，这门婚事是我退的，还有这里是20万，钱你拿着，以后别再妄想缠上我。他飞快扔下一张银行卡，又补了一句，密码是6个0。随后把你赶下车，一脚油门直接离开。玛莎拉蒂瞬间疾驰而去。车子开出一段路后，陈薇薇忽然从后视镜里看到你追了上来，一下子她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我就知道这个劳改犯根本舍不得和自己断掉婚约，他立刻停下车，准备狠狠地羞辱你一顿。王玲，我警告你，我们2个的身份根本就是天差地别。你一个劳改犯，不就是和你退个婚吗？你至于急成这样？可你只是伸手把麻袋拽了回来。不送就算了，把我的麻袋还给我，区20万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不缺这点钱，你自己留着吧。陈薇薇被你气得满脸涨红，她刚想好怎么反击，却发现你早就没了踪影。该死的王玲，最好别再让我遇见你，不然这事我和你没完。3天后，天海城双子大厦酒店被首富杜东海整座包下，所有人都听说他今天要迎接一位贵客，为此杜东海还把天海城商界的各大家族都请了过来。陈薇薇自然也跟着他爸爸陈世豪一起到场，这可是结识上流圈子精英的绝佳机会，说不定还能顺势谈成几笔生意，帮陈氏集团度过危机。觥筹交错间，陈薇薇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，王玲，她满脸不敢相信，抬手揉了揉眼睛，这种级别的高档晚宴，一个刚出监狱的劳改犯是怎么混进来的？难不成是他不死心，居然一路追自己追到了这里？真够无耻的，见过不要脸的，真没见过脸皮厚成这样的。陈薇薇原本不想搭理你，可一想到你这种身份，待会儿要是被人揭穿，万一在这里闹出事情，把他牵连进去怎么办？毕竟在他看来，你就是一路跟着他来的，还是赶紧把这个无耻的劳改犯撵出去比较稳妥。拿定主意后，他快步走到你身旁，满脸恼怒的开口：王玲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死缠烂打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讲清楚了吗？我们之间的婚事已经彻底结束了，钱我也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要，现在你又追到这里来，是后悔了？听完陈薇薇这番话，你无奈的摇了摇头，顺手从手里的蛇皮袋里掏出一张1000万的支票。谁看得上你那点零花钱？这钱你拿去，以后别再找理由缠着我了。你随意的把支票塞进了他手里，陈薇薇当场愣住，还没等他回过神，你就轻轻叹了口气。穷人我见过，可像你这么穷的还真少见。
以后别到处说跟我有过婚约，我嫌丢人。陈薇薇听到这话，差点当场气炸，低头看了一眼支票，摩根大通本票支票1000万美金。陈薇薇看到这张支票，简直都快被气笑了。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劳改犯，恐怕连国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还摩根大通本票1000万的支票，这也太能吹了，简直笑死人。他随手把支票塞进包里，心里还想着回头一定要找你算账。可就在下一秒，他看到了让自己彻底目瞪口呆的一幕：首富杜东海居然正在和你推杯换盏，神情看起来熟络到了极点。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劳改犯，恐怕连国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还摩根大通本票1000万的支票，这也太能吹了，简直笑死人。他随手把支票塞进包里，心里还想着回头一定要找你算账。可就在下一秒，他看到了让自己彻底目瞪口呆的一幕：首富杜东海居然正在和你推杯换盏，神情看起来熟络到了极点。台上的主持人突然高声宣布：有请杜总上台祝词。杜东海抬手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整个人显得从容又淡定，紧接着抬手往下压了压。各位，感谢大家赏脸。今晚这场宴会是我专门为王先生举办的欢迎宴。王先生是我最重要的贵宾，接下来请王先生上来说几句。话还没说完，现场众人再次热烈鼓掌。见到这一幕，你也只能无奈上台。走上台后，你直接开口：请问火灵儿在不在这里？在的话赶紧联系我，这是我的电话。众人顿时都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站在台上的你穿得破破烂烂，手里还拎着个蛇皮袋，怎么看都像是个要饭的。杜东海是不是搞错人了？而且你一上来居然就是找人，这是把宴会现场当寻人启事了。即便如此，杜东海对你依旧恭敬得很。众人心里都在暗想：难道王林这身打扮才是如今最前沿的流行趋势？想到国外那些奢侈品牌，连渔网草鞋都能做成时尚单品，随随便便就是几万几十万，大家心里也就慢慢释然了。王先生，您尽管放心，回头我一定帮您联系火灵儿。杜东海半点都不敢怠慢，只因为你当初来见他时手里拿着的是圣火令。杜东海身为圣火门的人，自然不敢有丝毫怠慢。杜东海笑着率先鼓起掌，随后在场众人也纷纷跟着鼓掌，而台下的陈薇薇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杜海今晚这场宴会，居然真是为了迎接亡灵。就在陈薇薇死死盯着你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忽然在他耳边响起。薇薇，他回头一看，来的人正是魏氏集团的大少魏小辉。薇薇，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有人惹你不痛快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替你出头。魏小辉满脸讨好：我没事，魏总。可魏小辉显然发现了陈薇薇的目光一直停在你身上，这让他心里顿时有些不舒服，嘴角也跟着浮起一抹嘲弄。薇薇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什么意思，小魏总？陈薇薇满脸疑惑地问。魏小辉双手插在兜里，冷笑着开口：宴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小子跟在杜总身边，当时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后来特意让人查了一下，这个王林不过是个孤儿，以前就是街头混混，偷鸡摸狗的事儿没少干，而且还蹲过监狱。你说这种满嘴跑火车的家伙能有什么背景？现在杜总分明就是被他给蒙骗了。我待会儿就去当场拆穿他，你要不要一起过去？我手里可是还有证据。魏小辉这一番话顿时让陈薇薇一下子反应过来。对啊，他可是亲眼看到你从监狱里走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转眼之间就成了杜东海的座上宾？想到这里，陈薇薇忽然觉得自己蠢得可笑，一想到自己接连几次被你戏耍，她非报复回来不可。去，当然要去。魏小辉见他答应下来，脸上的笑意顿时更浓了。趁着杜东海正在那边喝酒的时候，魏小辉和陈薇薇一起凑了上去。魏小辉满脸堆笑的开口：杜叔叔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杜东海目光扫过魏小辉，心里却根本想不起这号人。怎么了，年轻人？魏小辉神色有些尴尬，可还是硬着头皮接着往下说：杜叔叔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讲，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单独聊聊？杜东海略微沉吟了一下，随后点头答应。三个人很快来到了一间安静的会客厅里。杜东海坐下后直接开口：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。陈薇薇感受到杜东海那股强大的压迫感，心里不由有些发虚，可魏小辉却还摆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。杜叔叔，您可能被人骗了。杜东海一听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谁能骗我？您今天请来的那位贵客其实就是个街头混混。王林根本不是什么贵宾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这话一出口，杜东海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你最好为你说的话负责，王先生可是我的贵客。魏小辉和陈薇薇顿时脸色大变，被杜东海那股气势压得身子都抖了几下。杜叔叔，我有证据。魏小辉一边开口，一边把伪造好的那份资料递到了杜东海面前。杜东海低头认真翻看着资料，脸色也变得越来越沉重。陈薇薇在旁边连忙补了一句：我亲眼看到他是从监狱里出来的。杜东海神色沉沉的继续翻看，两个人则满脸紧张的盯着杜东海。魏小辉压着兴奋开口：杜叔叔，现在您总该明白了吧？王林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满脸都是期待，心里还想着这次揭穿骗局肯定能得到杜东海的看重。可就在下一秒，杜叔叔，现在您总该明白了吧？王林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满脸都是期待，心里还想着这次揭穿骗局肯定能得到杜东海的看重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啪！杜东海猛地一巴掌狠狠抽在魏小辉脸上。杜叔叔，你为什么打我？魏小辉捂着脸，
满眼惊恐。陈薇薇也被这一幕吓得愣在原地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伪造资料，污蔑我的贵客，找打！杜东海怒声呵斥，两个人瞬间吓得脸色煞白。魏小辉当场扑通一声跪下，陈薇薇也慌忙跟着双膝跪地。杜东海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立刻给我出去！二人顿时如获大赦，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。杜东海望着他们仓皇离开的背影，脸上的神色难掩复杂。逃出会客厅后，陈薇薇依旧惊魂未定。小魏总，以后这种危险的事你别再拉上我了，你刚才差点把我害死。魏小辉捂着脸，越想越气。这事里面肯定有问题，王林的身份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你不是也亲眼看到他从监狱里出来了吗？陈薇薇皱眉想了想，随后点点头。她心里也确实满是疑惑，为什么你从监狱出来之后，居然成了杜东海的座上宾？魏小辉满脸不耐烦的开口：我已经联系了四海商会，他们现在帮我正找王林，只要把他找到，我一定会当众拆穿他。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热闹？魏小辉脸上露出阴冷的笑，陈薇薇也忍不住心跳快了几分。你居然认识四海商会的会长？不认识，我联系的是他们下面的小头目，花了点钱而已。等把王林收拾了，再拍段视频给杜中海看，到时候他肯定会相信我们说的话。魏小辉脑子里已经开始各种幻想了，说不定杜叔叔一高兴就直接给我们一个项目呢。他彻底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。陈薇薇却轻轻摇了摇头：小魏总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还是先回去了。那行吧，真是可惜，到时候我给你发一段收拾亡灵的视频。魏小辉笑着开口。而这时候，你已经到了天海城首府的住处，这里是一栋单独的豪华别墅，四周高墙围着，岗哨守卫也十分严密。可这些在你眼里根本跟摆设没区别，你也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，得赶紧找到火灵儿，把婚退了，好继续去找下一个目标。你身形轻轻一跃，翻过了围墙，稳稳落进别墅里面。可还没走出几步，你就听到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：好难受，好难受。你低声呢喃一句，有点奇怪。顺着那声音，你一路来到了一个房间门外，你忽然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。走进房间以后，里面的温度更低，可下一秒你就看到床边垂下一条藕白的手臂，还有一双极为动人的长腿。出于负责的态度，你迈步上前查看情况，只见床上躺着一个身材火爆的女人，她脸色苍白，连眉毛上都凝着一层淡淡寒霜。你微微有些意外，这是中毒了，如果再不及时救治，恐怕活不了多久。于是你也没带废话，直接从身上取出一根银针，飞快刺进她的命宫位。只听一声娇哼传来，女人眉间的寒霜开始一点点褪去，意识也跟着慢慢恢复过来。醒来后的她一看到你，心里顿时一惊，赶紧扯过被子遮住身体，满脸警惕地盯着你。你是什么人？跑到我房间里来干什么？你语气平淡地开口：如果不是我出手救你，你刚刚早就寒毒发作，当场没命。他回想起先前那一幕，体内的寒毒刚才的确突然发作了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又感觉到一股暖流驱散了寒气。是你救了我。你摊了摊手，你看看这附近还有别人吗？这时女人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热，刚才她几乎什么都没穿。岂不是说自己的身体已经被眼前这个男人看光了？她悄悄朝你看去，这个男人虽然算不上多帅，可五官却很硬朗。还没等他开口道谢，你就抢先问道：你认识火灵儿吗？你从袋子里抽出婚书，递到了他面前。这是我和他的婚书，我来退婚。如果你认识他，麻烦替我转交。那美女还没完全回过神来，你就已经把婚书塞进了她手里，紧接着身影一闪，整个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美女低头打开婚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王玲和火灵儿的名字。这时候她才猛地想起来，爷爷小时候好像真给她定过一门婚约，没想到对方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她嘴角不由扬起一抹笑意。王玲，这婚你想退，我可还没点头呢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方神医过来了。天海城首府的声音也随之传了进来。爸，我已经好多了。门外的火安帮和方神医对视了一眼，方神医带着几分疑惑开：还是让我先给小姐检查一下比较稳妥。好。火灵儿轻声应下，起身把衣服穿好，随后走过去打开了门。火安帮上下仔细打量着他，只看了一眼就发现自己女儿如今面色红润，甚至看起来比正常人还要健康几分。几人坐下之后，方神医便替火灵儿诊脉。刚才是不是有人替你治疗过？还没等火灵儿开口，火安帮便先一步接过了话：没有，一直都是您在替我女儿治病。火灵儿听到这话，脸上顿时露出几分尴尬。方神医自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火小姐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手替你治过了？火灵儿点点头，开口：方神医，实不相瞒，确实有人刚刚替我治过病。火安帮闻言，脸上也露出几分惊讶。这样吗？火神府，火小姐，我这边倒是有个好消息。火灵儿和火安帮都露出意外之色。什么好消息？那个替你治病的人医术一定极为高明，你体内的寒疾现在已经去了3、4分，如果让他继续出手治疗，你的寒疾必然能够痊愈。这番话顿时让父女二人又惊又喜。火灵儿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被寒疾折磨，这些年遍访名医，也只能暂时缓解压制。可如今居然听说有人能将其彻底治好。火安帮连忙急声问向方神医：这话是真的吗？他的医术真比您还厉害。方神医轻抚胡须，老夫的医术恐怕连他的1/10都比不上。身为父亲，火安帮太清楚女儿这20年来被病痛折磨得有多苦，连忙追问：灵儿，刚才替你治病的人到底是谁？火灵儿也没有隐瞒，直接把真相说了出来。听完之后，火安帮微微皱起了眉。原来
来是你爷爷给你定下的那个未婚夫。旁边的方神医听完，顿时大喜。那老夫可得恭喜火生府。原本还以为想请这种医术高人出手，必然要付出极大代价，没想到这位救命恩人居然正是小姐未来的夫婿，那这件事可就简单多了。火安邦原本悬着的心也顿时安定了不少。灵儿，他现在人在哪？火灵儿将婚书拿了出来。爸，他留下这个之后，人就离开了。火安邦接过婚书，扫了一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他是来退婚的，不想当我们火家的女婿。这话一落下，方神医顿时满脸错愕，他怎么都不敢相信，居然真有人会拒绝这门婚约。先不说火灵儿本就生的倾国倾城，单是他天海城首府千金的身份，就足以让无数人趋之若鹜。谁能想到竟然有人主动上门退婚？火首府压低声音开口：“这小子倒真有点意思，居然敢退我们火家的婚事。”火安邦抬手招了招，秘书立刻一路小跑着走了进来，替我查一个人叫王玲，现在就在天海城，找到以后立刻请回来。是首府大人。秘书刚一出门，就立刻拨通了四海商会会长的电话，帮我找一个叫王玲的年轻人。您放心，马秘书。我马上安排人去找四海商会会长，连忙恭敬应下。找到之后要怎么处理？他是我们首府的贵客，把人请回来就可以。明白。电话挂断之后，四海商会会长立刻把消息传到了整个商会。而这时候的你正走在路上，忽然打了个喷嚏。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车猛地朝你撞了过来，车速快得惊人，眨眼就冲到了眼前。吱，刺耳的刹车声骤然响起，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仿佛根本没有受到半点影响。紧接着又有2、3辆车开过来，把你团团围在中间。车门打开，直接跳下来10几个人，为首的黄毛怀里还搂着一个大胸女人。那大胸女人狠狠瞪了你一眼，满脸都是嫌恶。臭乞丐，你往哪儿看呢？没见过美女吗？那大胸女人说完，立刻转头冲着黄毛娇滴滴的开口：“彪子哥，这个臭乞丐刚刚偷看人家。”黄毛啪的一声把烟头砸在地上，又从旁边小弟手里接过钢管：“臭乞丐，你他妈敢盯着我女人看，老子弄死你！”下一秒，黄毛抡起钢管就朝你狠狠砸了下来，你不躲不避，抬手就抓住了那根钢管。黄毛顿时更怒了：“你他妈居然还敢挡！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废了你！”话还没说完，黄毛抬起脚就朝你猛踹过来，可你根本没给他机会，抢先一脚踹了出去。下一刻，黄毛双膝重重跪地，脸上全是痛苦。那大胸女人连忙跑过去：“彪子哥，你没事吧？”旁边那些小弟也全都围了上来。黄毛表情都扭曲了：“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！”狠狠干他。紧接着他又冲大胸女人吩咐：“把过程录下来，等会儿发给大哥。”大胸女人连忙照做，可她连录像都还没来得及打开，脸上就已经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只见那8、9个人此刻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，一个个发出凄厉的惨叫哀嚎，而你从头到尾甚至连手里的麻袋都没放下。黄毛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，连声音都开始发抖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你嘴角微微一勾，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四海商会的人，你要是敢碰我，四海商会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目光微动，四海商会。黄毛见你停下了脚步，顿时又多了几分底气。小子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，我就当今天这事儿没发生。啪！反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，黄毛连躲都来不及躲，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脸颊瞬间肿得高高鼓起。见你还要继续动手，黄毛瞬间吓破了胆，扑通一声直接跪到了你面前。大哥别打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背后的人叫过来。黄毛先是一愣：“哥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”黄毛心里顿时一喜，再看向你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傻子。他赶紧掏出手机拨通电话，简单说了几句之后就挂断了，心里还在盘算，等会儿救兵到了一定要弄死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几辆车朝这边疾驰而来，领头的是个光头男人，后面还跟着4、5个人，其中赫然还有魏小辉。等到了现场，他们全都看傻了，黄毛那群人整整齐齐的跪在一个拎着蛇皮袋的年轻人面前。光头当场暴怒：“你他妈跪你祖宗呢，都给老子站起来！”黄毛一看到光头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，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：“大哥，你总算来了啊！”光头脸色阴沉的吓人，真是一群废物，给个臭乞丐下跪，真他妈丢死人了。魏小辉跟在光头后面，阴阳怪气的开口：“光哥，你手底下的人就这点能耐，收拾个乞丐骗子还得费这么大的劲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魏总，这回我亲自动手，你就瞧好吧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孙子。”听到这话，魏小辉嘴角顿时扬起一抹得意，直接掏出手机准备拍下你挨揍的视频。旁边的黄毛立马喊了起来：“小子，你这回死定了！我大哥以前可是地下拳王。”可他话音才刚落下，黄毛脸上的表情就彻底僵住了。咔嚓，伴着一声脆响，光头砸向你的拳头被你一拳轰得骨头尽碎，光头抱着拳头直接倒在地上，样子凄惨到了极点。剩下那几个人哪还敢继续动手，一个个满眼惊恐地盯着你。魏小辉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车突然朝这边开了过来，车门一开，一道身影走了下来。正在惨叫的光头一见来人，眼睛瞬间就亮了，他硬生生忍着剧痛喊了出来：“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我们四海商会的会长来了！”光头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，看起来又痛苦又兴奋，连忙朝着四海商会会长那边跑去。魏小辉也赶紧跟了上去，激动的连心跳都快了几分。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碰上四海商会会长，这位会长在整个天海城那可是身份尊贵到了极点，就连天海城首富杜东海见了也得礼让3分。
魏小辉早就想见上一面，却一直没有机会，这回说什么都不能错过。光头捂着那只废掉的手，会长您来了啊！小的拜见会长。剧烈的疼痛让他额头上的冷汗不停往外冒。四海商会会长看上去大概50岁左右，身上透着一股上位者独有的气场。他淡淡扫了光头一眼，你也是四海商会的人？是的，会长，小的是会里一字旗下的人。魏小辉抓住机会，连忙挤到了前面。会长您好，我是魏家的魏小辉。四海商会会长神情平淡。哦，那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光头猛地扭头，怨毒地瞪着你，满脸愤怒。会长，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那小子不光欺负我们会里的兄弟，还当众诋毁我们四海商会，说就算四海商会所有人都来了，也奈何不了他。会长，求您出手弄死他。他真是这么讲的？魏小辉立刻积极地跳了出来。会长，我能作证，王林那个混蛋确实就是这么讲的。魏小辉心里激动的都在发抖，这次碰上会长本人，你肯定死定了。四海商会会长听到王林这2个字，神色顿时微微变了变。哦，他就是王林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魏小辉立马乘胜追击，他就是个无知小人，卑鄙无耻，而且还是个骗子。光头听着魏小辉一通妙语连珠，把你贬得一文不值，心里都忍不住暗暗竖起了大拇指。有文化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样。这时候你已经走到了近前，目光一扫，落在了四海商会会长身上。你是来替他们撑腰的。还没等四海商会会长开口，魏小辉就愤怒地抬手指向你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怎么敢这么和四海商会会长讲话？我劝你现在立刻跪下，说不定还能落个好点的下场。不然你妈！四海商会会长终于彻底没了先前的淡定，抬手就是一耳光，狠狠甩在魏小辉脸上。魏小辉直接被打懵了。会长您打错人了，不是我啊！魏小辉捂着脸，满脸都是震惊和委屈。光头也没忍住开了口，会长，可他话都还没说完，也跟着挨了一个大嘴巴子。你们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居然敢污蔑王先生！王先生一看就知道，绝不是你们嘴里那种人。四海商会会长脸上顿时露出笑容，快步朝着你走了过去。你好，王先生。我是四海商会会长钱四海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叫我四海或者老钱都行。他脸上堆满了笑意，哪里还有刚才那股上位者的气势，反倒像个慈眉善目的长辈。你看着面前的钱四海，心里微微有些意外。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。王先生，我这次就是专程来接您的，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。王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。紧接着他冲身边的小弟冷声吩咐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狠狠打！打完以后，把这2个污蔑王先生的混账扔进海里喂鱼。魏小辉和光头瞬间脸色大变，当场就跪在地上拼命求饶。会长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会长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求您饶我们一条狗命吧。后面那些小弟一听这话，顿时一窝蜂的冲了上去，对着2个人就是一通拳打脚踢。钱四海盯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却还是觉得不够解气，因为眼前这个人可是天海城首府秘书亲自点名要找的贵客。这2个人害得他差点得罪了王先生。钱四海气得咬牙切齿，给我往死里收拾。随后他转过头对着你赔起了笑脸。王先生，您还满意吗？你看着那2个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家伙，淡淡开口，没什么意思，让他们滚吧。看着眼前这2个人，刚刚先被你揍了一顿，现在又被这么一顿群殴，也确实挺可怜的。钱四海立马开口，王先生真是太善良了，你们2个还不赶紧滚过来跪谢王先生？魏小辉和光头不敢有片刻耽搁，很快就爬到了你面前。多谢王先生，愿意放我们一条生路。魏小辉抬起头看了你一眼，心里的怒火疯狂翻涌。这家伙明明就是个劳改犯，为什么会接连被杜东海和钱四海当成贵宾呢？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的骗术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他很想当场拆穿你，可又怕根本没人会信。要是钱四海不信他的话，那他今天晚上说不定连活命的机会都没了。算了，还是先把这口气忍下来，等以后准备周全了，再把你是劳改犯的事彻底抖出来。老钱是吧？你淡淡开口，没错，就是我。钱四海脸上满是谄媚讨好的笑，这小子看我的眼神好像还是有点不服。再打3分钟吧。你语气平静的开口。魏小辉听到这话，瞬间如坠冰窟，嘴里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。我没有不服气，我真没有，别打我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钱四海连忙应了下来。你们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拖下去，给我打满3分钟。魏小辉的内心瞬间崩了，连忙大声叫喊，会长，您是被那小子……魏小辉张口就想揭穿你的身份，可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几道人影就已经把他拖了下去，很快便被一阵拳脚声彻底淹没。一旁跪着的光头吓得浑身直发抖，还好刚才他跪得足够老实。你抬眼看向钱四海，找我到底什么事？钱四海连忙开口，王先生，有人想见你，特意托我过来请您。谁？王先生，您跟我过去自然就知道了。钱四海盯着你，心里一阵犯嘀咕，看着你这一身破破烂烂的打扮，手里还拎着一个5块钱的蛇皮袋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大人物。他下意识摸了摸手腕上那块100万限量版手表，这才像是有钱人的标准配置嘛。不过老狐狸终究还是老狐狸，表面上依旧热情的不行，毕竟他已经来来回回确认了好几次，名字和长相全都对得上，确实就是首府秘书要找的人。行，带路吧。你语气淡然的开口，反正你已经退掉了2门婚约，剩下那5个明天再办也来得及。此时此刻，天海城首府家中，火安邦得知你正在赶来的路上后，只是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忽然被推开了，一道身影迈步走了进来。火灵儿穿着一袭长裙，打扮简单又得体，身材曲线更是凹凸有致。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？火安邦笑着开口，你不是说他今天会过来？我想早点起来，要是他真能彻底治好我的寒疾，我肯定得好好谢谢人家。是啊，他要是真把你治好了，咱们一家人都得好好感谢他。顿了顿，他眼里闪过一抹金光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可得好好看看这小子的品行到底怎么样。要是真还不错的话，
话，你们之间的婚约也不是不能继续。一提到婚约，火灵儿的脸颊顿时微微泛红。昨晚你突然闯进她房间的画面再次浮现在脑海里，想到这里，她顿时就有些不自在。灵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火安邦开口问道。火灵儿这才回过神来，爸，可是他是来找我退婚的。听到这话，火安邦的脸色微微一沉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跟我女儿有婚约，居然还敢提退婚？难道他不知道想娶我女儿的人从这里都能排到法国去吗？爸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火灵儿带着几分嗔怪，火安邦却是一脸认真。放心吧，灵儿，只要你点头，他这场退婚就不算数。爸一定会想办法让你们把婚结。爸，我可没这个意思，我现在也不想。火灵儿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倔强，一想到自己堂堂天海城首府的女儿居然会被人主动退婚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得成整个天海城的笑话？火安邦点了点头，行。那就先看看这小子到底怎么样。过了大概片刻后，你看到车子缓缓停下，一眼就认出了这里，这不就是昨晚来过的地方吗？怎么他又把你带到这里来了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钱四海连忙解释，就是这府上的人想见您。王先生您下车吧，真是浪费时间，我都已经跟他退婚了，怎么还来找我退婚？钱四海脸上顿时露出惊愕之色，整个人瞬间震惊的无以复加，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他忍不住看向你，心里想着你这个年纪，要是真和天海城首府家有婚约，那就只可能是一个人，首府唯一的千金火灵儿。火灵儿那可是天海城公认的1等1大美女，再看眼前这个男人，穿得破破烂烂，长相看着也算不上多出众，两个人的身份差距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钱四海在心里觉得肯定是自己刚刚听差了，可还是忍不住心里的好奇。王先生，您刚刚说什么？退婚？没错啊，就是退婚。您一脸无所谓，您是和谁退婚？钱四海小心翼翼地追问，你仍旧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，还能有谁？火灵儿。这句话落在钱四海耳中，简直如同平地炸雷，居然真是火灵儿。追求火灵儿的豪门公子不知道有多少，说是一抓一大把都不算夸张，可眼前这小子居然真的跟火灵儿退婚了。行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我进去把事情办完，还得去忙别的事儿。你迈开步子朝前走去，钱四海连忙快步跟上，整个人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。你刚一走进火灵儿家里，等候在那里的秘书一见两人进来，您就是王林王先生吧？是我。火灵儿人呢？你一上来就直奔主题，毫不客气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。钱四海看到你这副随意的样子，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他自己则是站在原地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秘书冲着钱四海点了点头，辛苦您了。您先回去吧。钱四海笑着应了一声，虽然心里无比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可在这种场合下，他还是不敢继续停留，于是连忙快步弯着腰退了出去。来到外面以后，他立刻对身边的人开了口：刚才王先生说的那些话，必须严格保密。谁要是敢泄露出去，我就砍了谁的脑袋！是会长。几个人连忙恭敬应声，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关系到天海城首府和他女儿的名声，要是让天海城首府知道消息是从他这里漏出去的，那他以后也就别想继续在天海城立足了。等了片刻之后，你看到几道身影正朝着这边走来，定睛一看，立刻就看见了一道还算熟悉的身影。火安邦第一时间便把目光落在了你身上，等看清你的模样之后，心头顿时微微一沉，怎么看都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不太靠谱，更不像是自己女儿昨晚口中那个能够压制她体内寒疾的人。是你，昨晚我交给你的婚书，你替我转交给火灵了吗？你看着火灵直接语出惊人，几个人听到你这句话，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。火安邦脸上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。身为天海城首府，他第一时间就判断出了你说这话的原因，无非就是因为你根本没见过火灵儿本人，才闹出了这样的乌龙。旁边的秘书见状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刚想开口解释介绍，却被火安邦一个眼神直接制止。旁边的方神医自然也懂得察言观色，这时候同样什么都没说。火灵儿有些无奈的看着你，就这么急着跟火灵儿退婚？那当然，退了这门婚事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忙呢。火灵儿到底住不住这里？住这里。火灵儿无奈的回应。火安邦笑着迈步上前，小伙子，你和火灵儿身上有婚约，这么着急退婚，你难道就不怕错过一个良配？万一火灵儿是个天仙一样的大美人，你岂不是亏大了？火安邦一边说着，一边下意识朝火灵儿身上看去。旁边的秘书听到你居然是来找火灵儿退婚的，心里顿时冒出一个念头：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火灵儿这样的绝色大美女，她居然也舍得退婚？她身为火安邦的秘书，平时能见火灵儿一面，都觉得像是得了天大的恩赐。可眼前这家伙居然这么不知好歹，不用想了，这小子肯定脑子不正常。听到这话，你直接开口：她漂不漂亮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她现在在不在家？我赶时间。在场众人全都一脸错愕地望着你，而你这时候却把目光落在火安邦身上。我听老钱说，你们找我是有事儿，到底什么事儿？现在能说了吗？火安邦这会儿真是有些哭笑不得。火灵儿也被你气得不轻，自己这么一个大美女，要胸有胸，要腰有腰的，结果对眼前的亡灵居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，你就这么急？火灵儿傲气十足的挺起胸膛看向你，你定神看了一眼，我赶时间。火安邦盯着你看，那你尽管放心，你和火灵儿退婚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能不能先帮小女看看病？你说她的病？之前我已经把她体内的寒毒压下去了，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事。这个短时间是多久？
长的话1年，短的话3、5个月。听你这么一说，火灵儿的心里微微一动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清除体内的寒毒？我们之间非亲非故，我能帮你把体内寒毒暂时压住，已经算不错。不过什么？不过等你下次寒毒发作的时候，你多半必死无疑。听到这话，火灵儿心头猛地一沉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这些年她一直被寒毒折磨得很惨，她很清楚寒毒发作时到底有多生不如死。可如果最后真能直接死掉，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火安邦急忙开口：小伙子，只要你肯出手救我女儿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口。只要我火安邦能做到，绝对不会推辞。你摸了摸下巴，朝着火灵儿走了过去。她穿着虽然简单，却依旧遮不住那傲人的身材，那一抹雪白看着格外惹眼。本来吧，我上次出手本该能压住她体内寒毒10年8年都不发作，可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，居然找了个庸医来给她胡乱治疗。表面上看像是缓解了她的痛苦，实际上却是在加快寒毒发作的速度。你这番话一落下，旁边的方神医顿时尴尬到了极点，额头上都冒出了一层冷汗，往前迈出一步开口：小伙子，你这话是不是说的太重了？老夫虽然在治疗寒毒这方面或许确实不如你，但这些年来我也替火小姐治疗过很多次，缓解了她不少痛苦，你怎么能说是我加快了她体内寒毒的发作时间？她原本对眼前这个年轻人还有几分看好，可现在听到对方把脏水直接往自己身上泼，也不得不站出来。毕竟她治疗的人可是天海城首府的女儿，要是火安邦真的怪罪下来，她根本承受不起。原来给她治病的人就是没错，正是老夫。治的确实不错，下次就别再给人治了。方神医顿时被你这话气得不轻，小子，你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很简单，你看看他体内的寒毒是不是已经蔓延到了全身？如果不是昨晚我替他压了回去，他现在还能好端端站在这里？方神医带着几分狐疑走到火灵儿面前，客气的开口：火小姐，还请您把手伸出来。火灵儿将那只玉臂缓缓伸出，方神医抬手扣住他的经脉，仅仅只过了1秒，方神医的脸色就忍不住变了。下一刻他没有半点耽搁，直接扑通一声跪在火安邦和火灵儿面前：火首府，火小姐，老夫有罪。火安邦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大概已经猜到，你说的全都对了，你先起来。方神医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浑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空了一般。火灵儿此刻也有些心灰意冷，他看向方神：方神医，您不用自责，这件事我不怪你。火安邦也跟着开口：这些年来，你为我女儿治病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你已经尽力了。方神医被人搀扶着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，额头上的冷汗始终没停下来。火灵儿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看向你：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，我是不是最多只剩下1年可活？短的话甚至只有3、5个月了，那倒还没到那个地步。如果你没有遇到我，可能连这个月都活不过去，但既然遇到了我，我还能让你多活一段时间。听到这里，火安邦连忙追问：如果你出手，我女儿还能活多久？见他这样，你缓缓伸出一根手指。火灵儿疑惑的开口：1年。你摇了摇头。火安邦继续追问：10年。说到10年这个数字的时候，他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了一丝喜色。可当他看到你再次摇头，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窟。这时候你才不紧不慢的开口：也不算太久吧，再活上100年问题应该不大。刹那间，整个房间安静的落针可闻，在场所有人都睁大眼死死盯着你，就像真的撞见鬼了似的。100年，火灵儿现在才20岁，你的意思是她能活到120岁？火安邦终于坐不住，年轻人治病救人是很严肃的事，你能不能别拿这种事儿开玩笑？你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：我跟你很熟。火安邦一愣，下意识摇了摇头：不熟。既然不熟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开玩笑？火安邦被你一句话怼得脸都黑了，旁边的秘书都看呆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？眼前这位可是天海城手眼通天的大人物，你居然敢这么跟他讲话？秘书心里暗暗想着，这家伙8成还不知道火安邦的身份，不然早就被吓得腿软了。谁知道火安邦突然哈哈大笑：好，如果你真能让我女儿多活100年，我给你跪下磕头都行。可火灵儿却觉得你纯粹是在吹牛。100年，现在哪个正常人能活到120岁？就连方神医都满脸震惊的看着。可你接下来这番话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。现在还不到治病的时候，我需要几味药材，你们找齐以后再联系我。火安邦瞬间喜出望外，连忙让秘书把纸笔拿过来。你利落的写好药材清单，递给了火安邦。写完之后，你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火灵儿就住这儿，我的退婚书你交到他手里了没有？火灵儿本来还想当场承认自己身份，可他这会儿真是快被你气疯了。不管是身材还是长相，她都绝对算得上顶尖美女，可你却一直惦记着要退婚，她到底有哪点配不上你？就在火灵儿准备站出来质问你的时候，却被火安邦抬手拦了下来。火安邦笑着开口：你尽管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们，等找到火灵儿，第一时间就通知你。好，你点了点头，留下了联系方式，拎起蛇皮袋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火安邦望着你的背影，有些出神。秘书忍不住开口：首府，这小子看着好像不太靠谱啊。火安邦却笑出了声：我觉得他很靠谱，不然灵儿身上的寒毒怎么可能被压得这么彻底？火灵儿这时候不乐意了：爸，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？他一直嚷着要退婚，我还没看上他呢。真要退，也得是我先退。火安邦听得哭笑不得，自己女儿这么招人喜欢，你居然还想着退婚。灵儿，先不要暴露身份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反而更好，免得他知道以后不愿意给你治病。火灵儿转念一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可心里那口气还是怎么都咽不下去。臭小子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乖乖拜倒在我16群下。这时火安邦沉声吩咐：给我把亡灵的身份来历彻底查清。记住，这件事别告诉任何人，听清楚了吗？秘书郑重地点了点头：是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魏小辉正躺在病床上，浑身上下缠的全是绷带。昨天先是被4
四海商会的人狠狠干了一顿。后来光头他们又上来补了几下，要不是他拿出了100万，光头恐怕真能当场弄死。如今的他基本已经废了，没有1-2个月根本别想出院。一想到自己落到这种地步，他心里的怒火就直往上窜，脑海里也立马冒出一道身影，他恨得牙都快咬碎了。这一切全都是亡灵害的，如果不是亡灵，他怎么会惨成这样？劳改犯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魏小辉的爸妈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到儿子这副惨样，魏妈立马冲上前抹起眼泪：“我的儿啊，你受委屈了，你爸一定会替你把这个仇报回来。”可魏中天却冷着脸开口：“这都是你平时惯出来的后果，把他宠得一点都不知道收敛。我们天海城向来藏龙卧虎，稍不留神就会得罪惹不起的大人物。他落到现在这样，也是活该。”魏妈一下子就炸了：“老魏，儿子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说他？”“就是啊，爸，我都成这样了，你不替我报仇也就算了，还在这儿说这些风凉话。我可是你们唯一的儿子，我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魏家可就断后了。”魏小辉满脸不服，魏妈赶紧追问：“之前让你查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了？爸，他到底是不是劳改犯？”魏小辉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，他怎么都不信亡灵真有什么通天身份，天海城不可能有这么逆天的人物。魏中天缓缓开口：“我已经派人去查过了，情况基本跟小辉说的差不多。那小子确实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，而且那地方还不是普通监狱。什么监狱还能不普通？那座监狱叫天鹰监狱，里面关着的全都是身份不简单的人。爸，就算是天鹰监狱又能怎么样？就算身份再特殊又怎样？进了监狱基本也就废了。”魏中天微微点了点头：“你这话倒也没错，这小子的底细我也查过了，父母双亡，的确没什么特别背景。至于杜东海替他办欢迎宴会，多半是中间出了什么误会。”爸，不光是杜东海，还有四海商会会长。魏小辉和魏妈一听这话，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。“老魏，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和天海城首府有关系？”“那倒未必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首府大人并没有姓王的亲戚，估计就是借着四海商会会长的名头招摇撞骗。爸，既然这小子没背景没本事，那你赶紧替我报仇啊！放心，爸一定会替你把这个仇报了。敢动我儿子，我绝不会让他好过。你就老老实实养伤，等我的消息。”魏中天满眼心疼地看着独子，魏小辉顿时心中狂喜：“谢谢。”另一边，陈家这边，陈薇薇的父亲陈世豪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陈薇薇站在一旁看着父亲焦急的样子，心里同样满是担心。“爸，你先别这么着急，钱的事我们肯定能想到办法。”“没办法了，今天已经是贷款到期的最后一天，要是再还不上，我们陈家就真的完了。”“薇薇，说到底这事儿还真得怪你，不然我们陈家这4000万的资金缺口早就补上了。”“二哥，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我也一直在拼命替公司想办法。”陈薇薇撇了撇嘴，满脸不高兴。“哼，你要是早点听爸的话，把跟魏少的关系处好一点，说不定你们现在早就在一起了。魏家随便拿出4000万当聘礼，帮我们陈家度过眼下这道难关，还不是轻轻松松？”年轻男人满脸不爽的开口。陈薇薇听完心里更来气了。“二哥，你又不是不清楚魏小辉是什么货色，他就是个到处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，他说的话根本就不能信。”眼看这对兄妹就快吵起来了，旁边的陈世豪也彻底火了，厉声喝着：“够了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”“爸，我说的本来就没错，当初只要微微你就知道数落你妹妹，那你又给家里做过什么？”陈世豪半点不留情地训道。年轻男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只能把嘴闭上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闯进来一群人，领头的是个穿黑色唐装的男人，身后还跟着10几个吊儿郎当的家伙，一看就知道全都不是善茬。陈家众人一看到这帮人，瞬间全都把心提了起来。这伙人可不是一般的难缠。陈家之前出事的时候，连银行贷款都批不下来，最后实在走投无路，才借了高利贷。而今天正好就是还钱的日子。陈世豪回过神，连忙陪着笑迎上去。“黑爷，您怎么还亲？”黑爷坐下来，翘起二郎腿。“陈总，你这家倒是够阔气啊！哪里，黑爷能来我们这地方，真是让寒舍都跟着沾光了。”陈世豪额头已经渗出一层冷汗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眼前这个黑爷绝对不是好招惹的。黑爷摸出一支烟，点燃。“陈总，我也懒得跟你绕弯子，咱们那笔钱已经到期了，该还账了。”“我知道，黑爷，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？等过些时候，我们肯定把钱还上。”“宽限？之前看你们陈家多少还有点底子，我们这才借了你4000万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已经涨到6000万。”陈少杰一下子脱口而出：“什么6000万？利息？借款还不到3个月，你们就让我们还6000万？这是不是也太黑了点？”陈少杰忍不住嚷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“你走近点。”黑爷缓缓起身，盯着陈少杰。陈少杰刚往前走了几步，正要开口，谁知黑爷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抽在他脸上。啪！耳光声格外清脆。陈少杰捂着脸，当场怒吼起来：“你他妈居然敢打我！”他抬脚就想往前冲，可很快就被黑爷的手下死死按住。“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”陈世豪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赶忙冲上前去：“黑爷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先把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放了？放了！你这儿子可狂得很，听他刚才那意思，像是不打算还钱啊！”黑爷冷声开口：“哪能啊？欠黑爷的钱我们肯定会还。爸明明才借了4000万，现在就让还6000万，这跟直接去抢银行有什么区别？”陈少杰大声叫道。黑爷听完这话，脸上反倒露出一抹笑，他盯着陈少杰：“这你可就说错了，我们这行可比抢银行来钱快多了。我也不跟你们继续废话，今天你们要么乖乖还钱，要么我就先剁掉他一只手，当做利息。这话
话一落，陈家众人差点都被吓傻了。黑爷一声令下，手下立刻抽出明晃晃的长刀，寒光一闪，陈少杰双腿一软，直接被吓瘫在地。就在这时候，王丽琴从楼上急匆匆冲了下来。她一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按着，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放开我儿子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陈少杰吓得声音都发抖了。妈，救我！快救我！王丽琴猛地转头冲着陈世豪大喊：“老陈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”看到这一幕，陈薇薇也被吓得脸色发白。虽然她平时和二哥关系一直不好，可现在眼看他真要出事，陈薇薇心里还是紧张的厉害。陈世豪连忙开口求情：“黑爷，我们一定会还钱，你先把我儿子放了，咱们有事都好商量。”谁知道黑爷压根不吃这一套，商量什么？我跟你商量，钱就能自己冒出来。紧接着他冷笑了一声：“只砍你儿子一只手当利息，已经算是便宜你们了，不然我直接把你女儿卖去夜总会。”黑爷语气森冷。陈少杰一听这话，连忙开口：“黑爷，你放了我吧，抓我妹妹去夜总会，她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”陈薇薇听到这话，整个人猛地一颤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“二哥，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”可他却说得理直气壮：“我这是在帮你啊，万一黑爷把你卖给了有钱人，你不就能直接过上贵妇日子了？”陈世豪也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：“你还是个人吗？爸，救我！我是陈家的男人，他反正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。”这时候王丽琴看看儿子，又看了看陈薇薇：“薇薇，你哥要是真被砍了手，这辈子就全毁了。”听到这番话，陈薇薇顿时心如死灰。她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的亲妈为了救儿子，居然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话。“你给我闭嘴，薇薇！爸爸绝对不可能把你卖出去！”陈世豪厉声呵斥，随后又转头看向黑爷：“砍我的手吧！”结果陈少杰更加离谱：“没错，黑爷，砍我爸的手也一样。”黑爷冷笑着点了点头：“行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砍你的手还是砍你爸的手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把他放了。”手下立刻松开了陈少杰，他赶紧连滚带爬躲到一旁，而陈世豪则被几个人死死按住，一只手也被强行压在桌子上。眼看那把刀就要砍下来，陈薇薇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身影：王玲。对了，王玲之前给过一张支票，虽然他也不知道那张支票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可眼下这种时候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住手！陈薇薇猛地大喊一声。黑爷饶有兴致地朝陈薇薇看了过去：“怎么，你愿意跟我们走了？谁要跟你们走？你们不是想要钱吗？我有。”陈薇薇强撑着镇定开口：“你真有钱？”黑爷满脸都是怀疑：“当然有，先把我爸放了。”一手交钱，一手放人。黑爷冷冷地盯着他。陈薇薇深吸了一口气，颤着手从包里掏出了那张支票：1000万美金，拿上赶紧滚！陈薇薇故意装得很硬气，就怕被人看出她心里发虚。陈少杰在后面扯着嗓子大叫：“死丫头，你从哪儿弄来的1000万美金？你给我闭嘴！”陈薇薇怒声喝道。这一刻，陈薇薇心里根本一点底都没有，她只能赌这张支票能暂时把这些人唬住，好给家里人争取一点逃命的时间。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黑爷根本没那么好糊弄。他让手下从他手里把支票接了过去，这张支票早就被陈薇薇揉得皱皱巴巴。黑爷拿在手里仔细打量着，随后冷笑着开口：“小妹妹，你该不会是拿了张废纸想来糊弄我们吧？”陈薇薇强行稳住情绪：“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可以去银行查真假，反正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”可黑爷这人老奸巨猾，查支票还非得去银行，你是想把我们骗出去，然后趁机逃跑吧？陈薇薇那点小心思瞬间就被看穿了，心里慌得厉害，却还是只能硬着头皮撑着。我们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刚才说好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现在先把我爸放了。黑爷朝手下使了个眼神，手下立马把陈世豪松开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那张支票，爸，先别提这个。看出你的神色很紧张，陈世豪立刻闭上嘴不再出声。这时黑爷开口了：“小妹妹，我们马上就找人来验这张支票，要是发现你敢耍我们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这张支票本来就是真的，你们等会儿验完自然就清楚了。”此刻陈薇薇心里已经紧张到了极点，说真的，她对这张支票压根没有半点把握。王玲那副寒酸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有1000万美金的人。时间就这样1分1秒过去，大概半个小时后，黑爷找来的专家总算到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整个陈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刻了。黑爷，这张支票没有任何问题，摩根大通银行开出的1000万美金支票。这话一出，陈家所有人全都看傻了，陈薇薇更是整个人都愣住了。她怎么都没想到，那个穿得破破烂烂还拎着蛇皮袋的年轻人，随手甩出来的支票居然真是真的。黑爷接过支票，脸上总算露出了笑：“好，小妹妹，算你没有骗我。”黑爷，按现在的汇率来算，这张支票值7000万。黑爷转头看向陈世豪，冷冷开口：“这张支票我收下了，你们的债务一笔勾销。”陈少杰一下就跳了出来：“等等，这可是7000万，我们明明只欠6000万。”可他话都还没说完，就被黑爷直接厉声打断：“怎么，你还想让我找给你1000万？”看到黑爷脸上的笑意瞬间没了，刚刚还很嚣张的陈少杰立马吓得不敢吱声。陈世豪赶紧陪着笑脸：“黑爷多出来的钱就当请您喝茶了。”黑爷这才冷哼了一声，脸上重新浮起笑意，这才像话，还是陈总会办事。说完，黑爷便带着手下大摇大摆离开了。可危机才刚刚解除，陈家内部却立刻爆发了争吵。陈少杰突然跳出来，冲着陈薇薇指责：“你也太过分了，明明有钱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，非得等我们都快被收拾了你才出手？你就是故意的吧？”王丽琴也跟着埋怨起来：“就是为什么不早点把东西拿出来，非要让你二哥受这个罪？”陈薇薇急忙开口解释：“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张支票到底是真是假。”可陈少杰还在不停指责：“你少在这装了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。”陈世豪终于彻底爆发了：“闭嘴！
要不是你妹妹，你的手早就被剁掉了。陈少杰瞬间就不敢再吭声了。接着陈世豪转头看向陈薇薇，薇薇，这张支票到底怎么来的？你仔细说说。陈薇薇没有隐瞒，把和你退婚的经过全都说了一遍。听到这1000万支票居然是你给的，陈世豪震惊了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要知道他们当初可是专门打听过你的情况，结果却查到你居然在监狱里。整个陈家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全都反对这门婚事，就连陈薇薇自己当时也是坚决不同意，所以他才会亲自跑去天鹰监狱找你退婚。可现在一听说你随手就能拿出1000万美金，还是天海城首府的座上宾，王丽琴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薇薇，你们2个已经彻底退婚了吗？已经退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没关系了。说到这里，陈薇薇突然觉得脸颊发烫，想到自己当初还想拿20万把你打发走，结果你根本就看不上那点钱。那时候他还以为你是想缠着他不放，现在才明白自己才是真正的井底之蛙。谁说没关系了？王丽琴突然高声开口，你去退婚的时候，我和你爸又没在场，这件事不算。王玲现在应该还在天海城吧？你赶紧去把他找到，晚上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，我让你爸亲自下厨。陈少杰在旁边插了一句，在家里吃什么，还不如直接去凤凰楼。谁知王丽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凤凰楼？你觉得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个资格吗？陈世豪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转头看向陈薇薇，薇薇，就算你们最后做不成夫妻，可这次他给了我们1000万美金，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你还是把他请过来吧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听到父亲这番话，陈薇薇这才点头答应下来。好，我去找他。与此同时，你已经在四海商会会长的亲自接待下回到了酒店。四海商会会长对你热情得不得了，还表示你有任何事都可以尽管吩咐，你随便说了几句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回到房间后，你把剩下的婚书拿了出来，折腾了好几天，到现在也才只退掉1门婚约，还有1门还在退婚中。你抽出其中一份婚书，上面赫然写着陶小可的名字，陶家就他了，得尽快找到陶家，把这门婚约也退掉。就在你琢磨这件事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门铃声，你没有理会，谁知道门铃却一直响个不停。你有些不耐烦地过去开门，嘴里当即开口，老钱，我不是让你去忙。话还没说完，你整个人就愣住，门口竟然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大美女，身材前凸后翘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正盯着你。来的人竟然是陈薇薇，你当场就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下意识的就想把门关上。陈薇薇一看这架势，眼疾手快，抬手挡住了门。王玲，你别关门，我来找你有事。他直接把半边身子挤了进来，门刚巧卡在他饱满的中间，外面鼓鼓囊囊，里面也是起伏明显。站在你的视角看过去，简直像是在登高看山，一座更比一座高。什么事？你直说吧。你无奈的开了口，可陈薇薇却摆出一脸无辜。你先让我进去，卡在这儿我不舒服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已经退婚了，早就没关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钱给少了？陈薇薇脸上露出几分尴尬。我知道我们已经退婚了，这回不是为了婚约的事来的。陈薇薇看见你松了口气的样子，眼底竟划过一丝失落。她开始在你面前故意展示身段，耸肩扭腰，各种小动作一个接一个，可你连正眼都没瞧她一下。那可是天海城第2美女啊，平时追她的男人哪个不是热情的不行，偏偏在你这里碰了一鼻子灰。说吧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你直接开口问。陈薇薇犹豫挣扎了一阵，我家里想请你吃顿饭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没空，不去。你拒绝的干净利落，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留给他。陈薇薇黑着脸盯着你，这时他注意到了你脚边的蛇皮袋，你赶忙不着痕迹的挪到了后面。就在这时，陈薇薇眼珠一转，一下子想到了主意。王玲，你不是在找火灵儿吗？找到没有？还没有，不过也快了。我能帮你，保证3天之内让你见到火灵儿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前提是你得跟我回去陪我家里吃一顿饭。你也没犹豫太久。行，我答应你。不过3天内要是见不到火灵儿，我可真要打你屁股。哼，打就打。去哪儿吃？几点？今晚去我家吧。去你家就免了。我这儿有张老钱给的饭卡，用我的饭卡去吃吧。饭卡？这该不会是什么酒店早餐券吧？你能不能给我看看？给你看就是了，你怎么什么都要好奇一下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。陈薇薇彻底被整无语了，她甚至都开始怀疑，到底谁才是劳改犯？按理来说，劳改犯刚从监狱出来，应该对外面的世界很不适应才对。可你却又是参加酒会，又是住豪华酒店，怎么看都不像刚刚刑满释放的人。可等他接过卡片仔细一看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凤凰酒楼的至尊 VIP 卡，传闻整个天海城持有这张卡的人不超过3位，其中1张还在天海城首府手里。有了这张卡，随时都能去凤凰楼吃饭。什么至尊 VIP 卡？不就是一张饭卡吗？老钱说那里的味道不错，让我想吃随时去。陈薇薇听你说的这么轻描淡写，忍不住弯唇笑了一下，可心里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。这种饭卡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里面的储值起步都得10个亿以上。除了天海城首府那张是凤凰楼主人亲手送的，另外2张的主人都是自己往里充了10个亿。更重要的是，就算你有10个亿，也没资格充值，必须身份足够尊贵才行。震惊过后，陈薇薇急忙问道：“王玲，这张卡到底是谁给你的？”老钱。
老钱是谁？你问题也太多了，我没心思回答你。晚上8点，不见不散。你要是来，我就陪你家人吃顿饭；你要是不来，我就自己去吃。陈薇薇望着你的背影，忍不住愣了几秒，心里对你越发好奇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薇薇，怎么样？把王林请到了没有？他答应来我们家吃饭了吗？没有。让你去请个人吃饭都请不过来，你怎么就这么没用？哼，他答应跟我们吃饭，但不在我们家吃。那要去哪里吃？凤凰楼。这不是故意为难我们吗？凤凰楼是什么地方，他都不知道。妈说的没错，他这还没娶薇薇，就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。要是结婚以后，那还得了？两人的话让陈薇薇脸色越发难看。你们两个闭嘴！薇薇，你能不能让王林换个地方？爸，凤凰楼那种地方你也清楚，去凤凰楼不是我提的，是王林自己说的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这次去凤凰楼是王林请客，他要带着我们去凤凰楼吃饭。真的吗，薇薇？嗯，是王林亲口说的。今晚8点，凤凰楼。不愧是我妹夫，一出手就是凤凰楼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能去凤凰楼吃饭，说明我这未来女婿的本事不小。可面对激动万分的两人，陈世豪却始终保持冷静。昨天商量请王林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派人查过凤凰楼的情况，预约早就已经排满了。薇薇，这件事你确定吗？我查过了，凤凰楼的预约已经满了，今年想去吃上都很难。都已经约满了，那妹夫不是在拿我们开玩笑？对啊，到时候要是被拦在外面，我们陈家的脸可就丢尽了。爸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。我一开始也怀疑过他，可他手里拿着凤凰楼的至尊 VIP 卡。几个人全都瞪大眼睛看向陈薇薇，就连一直很淡定的陈世豪这会儿也忍不住激动了。凤凰楼的至尊 VIP 卡，薇薇，这种事可不是能乱说的。爸，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过那张卡。你想想，1000万美金他都能随手给我，那张卡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老陈，咱们陈家要翻身了，碰上这样的金龟婿，我们总算要出头了，说不定还能冲上天海城第1豪门。妈，你别做梦了。薇薇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什么叫做梦？难道你未来老公有本事就不能帮衬娘家？就是，你这还没嫁过去呢，就开始瞧不起娘家人了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爸，这次去赴宴，必须先约法3章，不然真问把王惹恼了，对我们陈家没半点好处。我和王玲已经正式退婚了，所以这顿饭谁都不能提婚事。那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我和你爸都没答应你们离婚，这事儿就不算。没错，爸妈不同意，这事儿就不能算。好，我同意。老陈，你……行了，这件事儿听我的。第2件事，如果王玲说了什么让你们不高兴的话，你们也别和他计较。好，我们答应。第3件事，这次吃饭我们一家4口过去就行。大哥还在外面没回来，我们4个人已经够了。好，这3个条件我全都答应。听到这话，陈薇薇总算轻轻松了口气，她脑海里也不由浮现出你的样子。现在她对你越来越好奇了，总觉得你这个人很不简单，可到底哪里不简单，她又说不上来。如果他真是个骗子，那能把天海城首府杜东海都骗得团团转，也算是一种本事。与此同时，房间里陈少杰偷偷找上了王丽琴。妈，你看看薇薇那副得意的样子，这还没跟王林结婚呢，就对我们指手画脚了。真要结婚了，那还得了？吃顿饭居然还要跟我们约法3章，真是气都要气死了。小杰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妹这么做可能也有她自己的难处。妈，这次可是去凤凰楼吃饭，我想把我女朋友也带上，你看行不行？那就带着吧，不过先别让你爸和你妹妹知道。放心吧，妈，我肯定不会说出去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天黑了。王先生，我送您去哪儿？我是钱会长安排过来的人。这老钱还真挺会办事，和天鹰监狱那帮人一样懂分寸。这样的人，我确实喜欢。
以后得好好培养一下这个四海商会会长。路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都露出惊讶神色。去凤凰楼。半个小时后，你到了凤凰楼门口，这里坐落在天海城最寸土寸金的地段，凤凰楼就建在一栋100层商业大厦的顶端。没过多久，一辆豪车缓缓驶来，车门打开，从里面走下来一个极品美女，一身红色抹胸裙，脚下踩着高跟鞋，胸前雪白一片，格外惹眼。那双大长腿更是让人根本挪不开目光。她一下车就成了全场的焦点，正是天海城4大美女之一的陈薇薇。紧接着，陈世豪和王丽琴也从车上走了下来，两人穿着一身华贵，明显就是来赴宴的。妈，王林在旁边。陈薇薇抬手指向前方，陈世豪和王丽琴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可看了半天却根本没认出来。薇薇，人在哪儿？就在前面那个拎蛇皮袋的人。薇薇，你没看错吧？他就是王玲，我们陈家未来的女婿。这看着不是个乞丐吗？妈，你忘了约法3强了。人不可貌相，别乱下结论。二哥人呢？还没来吗？我来了。陈少杰挽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了过来。这个女人虽然也算有几分姿色，可终究只是庸脂俗粉，跟陈薇薇这种级别的极品美女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陈薇薇一看到两人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二哥，我不是说过不让你带外人来吗？陈薇薇，你什么意思？多带一个人能怎么样？你自己小气，别以为别人也跟你一样。人都到了，还站着干什么？我饿了，赶紧上去吃饭吧。陈薇薇脸上顿时浮起一抹尴尬。陈少杰的女朋友瞥了你一眼，当场满脸嫌弃的捂住了鼻子。你谁啊？哪儿来的乞丐？赶紧滚一边去！陈少杰听完这话也朝你看了过来，看到你寒酸的穿着，还有手里的蛇皮袋，眼里顿时露出轻蔑。你耳朵聋了吗？我的对象让你滚远点儿。你们是在跟我说话？陈世豪看了你一眼，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压迫感。陈少杰话还没说完，陈世豪抬手就是一巴掌甩过去，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陈少杰整个人都被打懵了，旁边那个女人也被吓傻了。谁让你胡说八道的？还不赶紧给我滚！这是王先生。王玲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二哥。没事，先去吃饭吧。对了，吃完饭你得告诉我火灵儿在哪里。妈，你看爸把我脸都打了。谁让你乱说话的？以后别再口无遮拦了。爸妈，你们该不会真觉得那个臭乞丐能带我们进凤凰楼吃饭吧？别到最后我们都被他当猴耍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整个天海城的笑话了。老陈，这里面会不会真有什么不对劲儿？唉，其实也是满腹疑惑，可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，先跟上去看看再说。少杰哥，你人家里不是疯了吧？居然真信一个乞丐！陈少杰脸上火辣辣的疼，脸面更是彻底挂不住了，他咬着牙发狠。要是待会儿吃不上饭，老子非得当众弄死他！好啊，我也想看看那个乞丐到底怎么带我们上去吃饭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了专属电梯口。您好，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我们有卡。先生，请出示一下给我看。守卫态度还算客气，可就在你准备拿卡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道格外刺耳的声音。凤凰楼什么时候掉到这种档次了？连乞丐都能跑来这里吃饭了？王少，您怎么也来了？王少，真巧啊，您今天也来这里吃饭啊？哼，你们这种三流陈家也配来凤凰楼吃饭？他的语气里满是轻蔑，完全没把陈家这些人放在眼里。就算这样，陈家人也不敢发作，毕竟王家可是天海城4大家族之一，他们根本招惹不起。陈薇薇今晚这身打扮直接把他看呆了，尤其胸前那一抹春光，更是看得他眼睛都挪不开。薇薇，之前我约了你好几回，你都放我鸽子，不肯陪我吃饭，现在怎么反倒跟一个乞丐出来了？王少，你误会了，他不是乞丐，他是王先生。什么王先生？穿得这么破破烂烂，还先生？乞丐就是乞丐。躲在后面的陈少杰听到这话，心里瞬间就兴奋起来了。他倒想看看你在王少面前还能怎么装下去。陈少杰这会儿彻底认定你压根就没资格进凤凰楼。可你看向王少，只淡淡说了4个字：你真的很聒噪。王少一听这话，脸色瞬间黑到了极点。在天海城哪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，更别说对方还是一个乞丐。臭乞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说你聒噪！你抬手就是一巴掌抽在王少脸上，啪！王少当场就被打飞了出去。所有人一下全都看傻了。刚刚挨打的那可是王少，
陈少杰甚至都怀疑是自己看花眼了，陈薇薇也完全愣在了原地。这时，王少身边的女伴猛地尖叫起来：“你居然敢打王少！你死定了！”他慌慌张张跑过去扶王少，众人这才猛地回过神来。王少被扶起来时，半边脸已经肿得老高。这还是你手下留情的结果，可你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语气平淡的开口：“走吧。”进去吃饭。刚才负责验证 VIP 卡的工作人员本来还在怀疑你的身份，可看到你这行事做派，哪里还敢再多说半句废话？几位贵宾，里面请。你率先迈步走进电梯，陈薇薇回过神也赶紧跟了进去。陈世豪几个人同样紧跟在后面，所有人看着你，脸色全都变了。凤凰楼的专属电梯比普通电梯宽敞了好几倍，站在电梯里面，你能闻到空气里那股淡淡的香氛气息。透过电梯一侧的玻璃窗，整个天海城的夜景都尽收眼底。夜景的确很美，可这一刻根本没人有心思去看，因为所有人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。刚刚你得罪的可是天海城4大家族之一的王少，而且王少也看见了陈家人是跟你一起的，这就等于陈家也跟着把王少给得罪了，气氛一下变得尴尬到了极点。可你却像是完全没察觉一样，神色依旧平静淡然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众人迈步走进凤凰楼内部，里面的装修全都是顶级规格，环境更是好到离谱。陈少杰的女朋友一进来就激动坏了，她拿着手机对着四周疯狂拍照。这时候陈薇薇心里已经满是担心，她快步追上你。王玲，你知道刚才你打的人是谁吗？谁啊？他可是王少。陈薇薇特意加重了语气，可你只是淡淡哦了一声，脸上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。难道你真的不知道王少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服务员直接把你们领进了最大的包厢，包厢足足有40-50个平方，奢华到了极点。陈世豪和王丽琴彻底被镇住了。老陈，这个王林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现在得罪了王少，会不会把我们也给连累了？能拿得出凤凰楼至尊 VIP 卡的人，难道还会怕4大家族之一的王家吗？少杰，让你女朋友先坐下。众人的视线一下全落到了你身上。陈少杰刚刚才见过你暴打王少的场面，这会儿也不敢再在你面前放肆。贤侄，今天真是多谢你请我们来凤凰楼吃饭。没什么可谢的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公平交易。陈薇薇脸上顿时闪过一抹尴尬。贤侄，你看我家薇薇长得这么漂亮，你之前和我们家薇不是有婚约吗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这事儿办了。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和陈薇薇之间的婚约早就已经解除了。没错，妈，我现在和王玲就只是普通朋友。好了，既然薇薇和贤侄的婚约已经解除了，那我们以后就当朋友相处。没错，我们就是朋友。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我不想喝酒。紧接着饭菜很快就端了上来，这期间王丽琴一次又一次想探你的底，可你始终没有搭理她，这让王丽琴越发难堪。反倒是陈薇薇一直在偷偷打量你，她感觉这个男人和普通男人截然不同，他身上带着一股俯视一切的气场。你最近是不是月经不太调？你在胡扯什么，王林？我一片好意，你居然还觉得我在胡扯。这里面有一颗药丸，你带回去吃下，保证立马见效。陈薇薇虽然羞得不行，可你说的偏偏一点都没错。这段时间因为家里的债务问题，她已经不知道多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经期早就已经乱了。医院她也去看过，可根本没什么用。她怎么都没想到，竟会被你一眼看透。这顿饭很快吃完，你看向陈薇薇，明天我要你带我去见火灵儿。好。王先生，您现在是要离开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建议王先生先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刚刚听说您打了王少，王少现在带着人在楼下等着您。只要王先生还在我们凤凰楼，王少就绝对不敢闯进来。那我们还是先待在这里吧，等王少他们离开以后再走。你们留下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老子真是一点都不知道怕，王少都叫来人了，他居然还敢下去。等会儿王少还不得直接弄死他？我去劝劝他。爸，还是我去吧，你们留在这儿。你来做什么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等会儿跟王少好好解释一下，你待会儿就跟王少认真道个歉。什么叫道歉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刚一出去，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只见门口停满了豪车，豪车旁边密密麻麻站着几十号人，几十号眼露凶光的打手拎着家伙，身后豪车旁全是搔首弄姿的暴露美女。偏偏王玲带着绝色美人陈薇薇一出场，瞬间抽干了全场的空气。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，挨过打的王少死死盯住王玲。小子，现在知道打老子的后果了吧？现在滚过来跪下道歉！王少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求您高抬贵手。
想让我高抬贵手也行，今晚乖乖配合，把事情办妥。若是我满意了，说不定就放过这小子。不愿意就给老子滚一边去！把那小子给我拖过来！紧接着，两个壮汉如狼似虎地扑向王林，陈薇薇急得直跺脚。现在怎么办？王林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该担心的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话音未落，惨叫声骤起，众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，那两个壮汉就像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豪车上，千万级的豪车直接凹陷出一个恐怖的大坑。旁边的女人吓得爆发出杀猪般的尖叫，王少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，他竟然根本没看清王林是怎么出手的。别浪费时间，让你的人一起上。王少猛地回过神，怒火冲天，给我一起上！今天非让他跪地求饶不可！几十号人举着钢管疯狂涌上，一个黄毛冲在最前面，铁棍直奔王林脑袋砸下，嘴里疯狂嘶吼：“老子弄死你！”谁知王林仅仅探出一只手，死死钳住钢管，任凭黄毛满脸狰狞死命下压。钢管竟然纹丝不动，就凭你！王林手腕猛地一抖，黄毛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腾空飞起，重重砸在水泥地上，肋骨当场断裂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接下来就是一场单方面的降维打击，王林如同虎入羊群，出手狠辣凌厉，一招一个。短短不到5分钟，几十号凶神恶煞的打手全部瘫倒在地，痛苦哀嚎。陈薇薇死死捂住嘴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忽然想起了王林之前的话，她不懂什么是道歉，因为这种恐怖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。王少彻底懵逼，双腿抖若筛糠，眼看着王林一步步逼近，他吓得连连后退。你别过来！我可是王家的人，敢动我就是和整个王家作对。王家，那又怎样？王林一把揪住王少的手腕，王少拼命挣扎，可下一秒，一声清脆骨裂声响彻夜空。你敢废老子！陈薇薇，你快拦住他，不然我连你们陈家一起弄死！王林，算了，放过他吧。等会儿，再废他一条腿。话音刚落，王林毫不留情的一脚踹断王少的右腿，王少疼得当场翻了白眼。旁边看戏的女人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有人甚至当场尿了裤子，刺鼻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。紧接着，他们双腿一软，齐刷刷跪在王林面前磕头求饶。就在此时，一辆顶级豪车稳稳停在路边，司机快步走来，微微躬身：“王先生，车备好了。”“我马上过来。”王林转身看向还在发懵的陈薇薇：“明天什么时候去见火灵儿？”陈薇薇如梦初醒，结结巴巴回道：“明天上午吧。”“好，监听室。”王林毫不拖泥带水，转身上车绝尘而去，留下陈薇薇一人手忙脚乱的拨打急救电话。好不容易看着救护车把满地伤员拉走，手机却突然震动起来。微微，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电话那头传来父亲陈世豪的声音：“爸都处理好了，你们下来吧。”几分钟后，陈世豪带着全家下楼，看着满地狼藉和凹陷的豪车，震惊的合不拢嘴。陈薇薇心乱如麻，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城市的另一端，王林刚推开酒店房门，黑暗中忽然剥离出一道诡异的身影。王林目光微沉，死死盯着那道黑影。事情帮我查的怎么样？道主，当年你全家被灭的线索快查到了，尽快。第二天一早，你本想立刻联系陈薇薇把退婚之事办妥，谁知还没出门，这女人竟主动送上门来。简单的短袖快被她胸前的饱满撑爆，紧身牛仔裤包裹着细致苗条的双腿，这极品身材属实惹眼。你来的正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你语气平淡，可陈薇薇却满脸惊恐。你真不知道自己闯下滔天大祸吗？你昨晚废掉的那个王少，背后站着的可是天海城4大家族之一的王家，他们同气连枝，连首富杜东海都无法撼动其地位。如今王家震怒，发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，很重要吗？你冷哼一声。陈薇薇刚想翻白眼，翻不，紧接着却脸色惨白，痛苦的捂住腹部。我感觉不舒服。她疼得五官扭曲，双腿发软。你一把扣住她白皙的手腕，瞬间了。昨晚给你的药丸是不是没吃？她哪里敢吃？你随手给的东西，只能虚弱点头。现在吃也晚了，躺平，我给你治。陈薇薇瞪大双眼，满脸写着不可思议。你懒得废话，直接将他扶到沙发上，按个摩等会儿就。一听这话，他羞涩的想要推脱，偏偏腹部猛然袭来一阵剧痛，让他控制不住痛呼出声，把手拿开，不然只会越来越痛。你强势下令，手掌直接附上他的腹部，轻轻揉捏，一丝温热的气流顺着你的指尖涌入他的体内。这种从未有过的奇异舒适感，让陈薇薇忍不住双腿紧闭，竟当场发出一声羞耻的娇呼。他的俏脸瞬间红透，脑袋恨不得埋进胸口，根本不敢抬头看你。短短3分钟后，疼痛奇迹般的消失无踪。当你抽回手的一刹那，他心里竟然涌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。不疼就起来，记得回去吃药，多喝水。我们现在去找火灵儿。你神色如常。陈薇薇这才猛地回神，赶紧压低声音警告：王家一定不会放过你。
他们已经纠集人马找你寻仇，你赶紧找个地方避风头吧。听到这话，你非但没有半点慌乱，反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。避风头，王家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陈薇薇当场石化，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你头也不回的大步迈出门外，谁是鱼谁是网还不一定呢。四海商会内，会长钱四海正端着茶杯静观其变，手下低声询问是否要出手帮王先生解决眼下的麻烦。钱四海却轻笑一声，首府都没动静，我们管什么？昨晚得知你收拾王家少爷时，他心里确实感到意外，然而要为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你和四大家族彻底翻脸，他根本不愿走到这一步。既然天海城首府都没表态，他自然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就在他盘算着按兵不动时，门外突然急匆匆闯进一道身影，手下慌忙汇报，王先生现在正主动奔着王家杀过去。此话一出，钱四海神色骤变，他端茶的手猛然僵住，当即厉声追问此话当。王先生现在就在车上，正去往王家。得到你在车上的确切答复后，他先是一愣，旋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。看来今晚有一场好戏要登场。会长，这件事我们要不要知会一下首府大人那边？钱四海眉头微蹙，不用了，首府的消息绝对比商会灵通。紧接着他立刻下令备车，直奔王家大宅。他特意叮嘱要找个隐蔽的好位置，准备亲眼见证你的最终下场。与此同时，医院病房内却充斥着怨毒的咒骂。被你废掉双腿的魏小辉躺在病床上，恨不得立刻将你抽筋剥皮。突然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他父亲魏中天满脸灿烂地冲进屋内。魏小辉眼神狂热，爸，你是不是帮我报仇了？谁知魏中天连连摇头，紧接着抛出一个更让他亢奋的消息：儿子，虽然我没有替你报仇，但很快就有人替你报仇了。他探听到你打了王少，此刻正开车直奔王家地盘。王玲这次过去绝对是吓破胆去求饶认错的。魏小辉一听这话，顿时犹如打了鸡血般兴奋到极点，他哪里顾得上医生敬仰的嘱咐，满脸哀求的死死抓住父亲的衣角。他双眼发红，咬牙切齿的发誓，若是不亲眼看到王玲被王家弄死，我这辈子都咽不下这口恶气。魏中天看着儿子癫狂的模样，终于点头答应带他去现场。魏小辉心里一阵狂喜，势必要看着你如何惨死在王家手下。就在各方蠢蠢欲动之际，天海城首府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暗流。火灵儿满脸焦急的在客厅来回踱步，一想到你正孤身前往王家的路上，他急忙催促父亲火安邦赶紧出面。我听说王家有几位宗师级别的高手，我们赶紧出面吧，免得他受到伤害。没想到火安邦却稳如泰山的品着热茶，他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会出事儿。王家就算有宗师级别的高手，也不会轻易出面的。这种小辈的问题肯定还是交给他们自己解决的。况且我们现在出手，这小子也不会领情，真等他受到真正的威胁我们出面，他才会感激我们。火灵儿听后依旧放心不下，爸，若是我们去晚了可不好，我不想王玲受到伤害。火安邦似笑非笑的瞥他一眼，你现在就这么关心他了？他都要和你退婚来着。火灵儿急忙正色反驳，爸，我可不是关心他，这人可有些讨厌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，不过是担心王玲的双手被王家打断，就没人能治好我的致命顽疾。岂料火安邦突然放下茶杯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冷笑，谁的手被打断还不一定。火灵儿满脸疑惑，根本听不懂父亲话里的深意。火安邦这才不紧不慢地揭开最后的底牌，我之前让秘书去调查了一下这小子的身份底细，只能查到他入狱天鹰监狱，在这之前的身份信息什么都查不到，完全一片空白。看来这王玲也不是一般人，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。火灵儿听完眉头紧锁，他凝视着父亲老谋深算的脸庞，随后乖乖闭上嘴巴。但在他心底，对你这个神秘莫测的男人已然掀起一阵无法平息的惊涛骇浪。陈家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，王丽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原本以为招了个金龟婿，谁知竟然是个催命鬼。因为王玲惹出了滔天大祸，若是让天海城王家知道陈家和王玲有关，陈家必定遭遇灭顶之灾。陈世豪面色阴沉，实际上心里早就慌了神。就在这时，陈少杰抛出一个致命消息，陈薇薇此刻正和王玲在一起。这下陈世豪脸都白了，立马大吼出声，赶紧出发拦住你妹妹，她眼珠子都红了，千万别让她踏进王家半步，必要时当着王家的面彻底澄清我们陈家和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。陈少杰一口答应，紧接着赶忙追问，爸，到时候具体要怎么澄清？直接说我们陈家和王玲没有半点关系，然后把人给我拽回来。陈少杰转身就往外狂奔。王丽琴慌乱地追问，老陈为什么还不动身？陈世豪咬牙切齿，我准备点东西随后就到。他心里疯狂祈祷，只盼着赶去王家一切还来得及。可此时的你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闹翻了天，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陈薇薇坐在你旁边满脸焦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王家正满世界找你麻烦，你现在过去完全是主动送上门。他死死盯着你，企图让你清醒，然而你缓缓转过头，神色中没有了往日的玩世不恭。你看我的样子哪里像在开玩笑？陈薇薇一时语塞，紧接着你语气平淡，我的规矩很简单，谁敢威胁我，我就先动手解决掉。前排的司机听完，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，他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敢单枪匹马杀向王家，他甚至早就盘算好一脚刹车把你扔到王家门口，立马掉头保命。可是没什么可是，害怕的话现在就下去。你冷哼一声，干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。陈薇薇愣在原地，看着你那张清秀却平静到极点的脸，明明是要去送死，
偏偏从你脸上看不到哪怕一丝恐惧。司机颤抖着回头提醒他可以下车。陈薇薇深吸一口气，不知为何，他看着你的侧脸，竟然生出一种你能摆平一切的错觉。不用显动，他强装镇定，靠在椅背上。车厢里再次陷入死寂，车子就这样一路朝着王家疾驰而去。与此同时，王家大宅内气氛却截然不同。收到风声的王天福就像听到天大的笑话，他正愁找不到你，结果你竟主动上门送死。他敢断我儿子手脚，我就要让他双倍奉还。不仅如此，还要让他跪在我王家门前7天7夜谢罪。王天福声音阴冷如毒蛇，要让整个天海城看看得罪王家的下场。紧接着他直接下达死命令，马上召集所有外派人手，更要通知另外3大家族过来观礼。大儿子满脸不屑，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？这家伙不过是个刚刑满释放的劳改犯，杀他简直就是踩死一只蝼蚁。二儿子王浩更是迫不及待站了出来，这次替3弟报仇就让我出面吧。可王天福却冷笑一声，难道你们没发现门外早就波诡云谲了？大儿子猛然惊醒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四海商会的前四海以及各大家族的探子全都跑来看热闹了。这下他彻底领悟了王天福的手段，您这是要杀鸡儆猴，拿这小子向整个天海城立威。王天福满意的点头，王家怎能容忍这等屈辱？这个王林就是个愣头青，背后必然有推手，正好借着这次机会把幕后黑手一并挖出来碾死，彻底震慑天海城。王浩听得似懂非懂，那为何还要请另外3大家族？王天福眼中金光乍现，就是要让外人看看4大家族同气连枝，绝不容许外人挑衅。现在天海城人心躁动，杜东海那帮新贵虎视眈眈，正好一箭3雕。他转头看向王浩，去看看那个不知死活的小子到了没。王浩随即狞笑一声，立马大步流星向外走去。车子足足开了40-50分钟，你终于停在了天海城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私人宅院前。作为4大家族之一，王家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寻常人一辈子都碰不到门槛，可今天偏偏邪了门。大门外黑压压的全是看客，王家非但没赶人，反而大开中门，就差给大伙摆上瓜子花生了。紧接着人群中一阵骚动，你刚推开车门，陈少杰就猛冲上来，一把将跟在你身后的陈薇薇硬拽进人群，他急得脸色惨白，厉声怒斥：你是不是疯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和他站在一起？陈薇薇满头大汗，想要挣脱，陈少杰死死攥着他的手腕，咬牙切齿地发出警告：爸妈发了死命令，必须立刻跟他断绝一切联系，你难道想让整个陈家跟着陪葬？听到这话，陈薇薇的神色瞬间凝重起来，她深知哥哥说的没错，可心里却隐隐有一丝不甘，他还在赌你背后站着杜东海，赌这次危机是陈家攀附你的绝佳筹码。然而陈少杰根本不给他机会，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念头。我告诉你，他今天绝对死定了，咱们家绝不能沾染半分关系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你会吓得双腿发软时，你却理了理衣领，像个没事人一样往前走。这小子怕是连死字怎么写都不知道，惹上王家这头洪荒猛兽，他今天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周围满是刺耳的嘲讽声，你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径直踏向那扇足足5米宽的高门大院。与此同时，对面别墅的高层里，四海商会会长钱四海正端着茶杯，满脸戏谑地俯瞰着这出好戏，手下急切试探，等下王先生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们不用出手相救吗？钱四海气定神闲地喝了口茶，首府那边有没有动静？回会长的话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得知火家连个鬼影子都没派来，钱四海眼中闪过一丝精明，冷笑着断言：火首府门清得很，这小子就算拳脚再厉害，在底蕴深厚的王家面前也毫无胜算。谁知不止钱四海在看戏，另一边坐着轮椅的魏小辉更是双眼猩红，兴奋的差点从轮椅上蹦起来。他死死盯着你的背影，咬牙切齿的狂笑：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找死，今天老子就要亲眼看着你被弄死出这口恶气。万万没想到，你的脚步还没站稳，王家原本紧闭的大门轰然敞开，为首的王浩带着10几个黑衣壮汉，犹如凶神恶煞般扑到门口。他毒蛇般的目光瞬间锁死在你身上，恶狠狠地逼问：你就是王玲？你双手插兜，冷冷勾起唇角：没错，听说你们王家正满世界找我。王浩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，死死盯着你：自投罗网的狗东西，就是你废了我3弟。面对这般滔天怒火，你不仅没退半步，反而冷笑出声：你说的是那个嘴巴有点歪的家伙是吧？如果他是你3弟，那的确是我废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死一般寂静，紧接着爆发出震天的哗然，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你。谁能想到你单枪匹马杀到王家地盘，居然还敢如此狂妄？王浩彻底被激怒了，五官瞬间扭曲。既然你承认了，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双手双脚。下一秒，10多个壮汉如同饿狼般齐刷刷朝你扑来。人群中的陈薇薇吓得浑身一颤，下意识想冲出去，却被陈少杰死死钳住。所有人都在此刻屏住了呼吸，认定你今天必死无疑。众人嘲讽的话语还没落地，一道杀猪般的惨叫猛然撕裂空气。只见一道黑影犹如断线的风筝，被你一记重拳硬生生轰飞出去。那人甚至来不及发声，就死死砸在厚重的大门上。紧接着，其余的王家打手像疯狗一样狂扑上前来。你眼中寒芒微闪，身形犹如鬼魅般穿梭在人群之中，出手狠辣果决，招招致命。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10几个肌肉虬结的彪形大汉横七竖八瘫软在地。此时围观的权贵们集体倒吸一口凉气，谁能想到你单枪匹马竟把王家重金豢养的高级保镖当成沙袋打？
王浩眼皮狂跳，下意识连连后退。可他毕竟是王家二少爷，当场梗着脖子怒吼出声：“小子，就算你能打又如何？我们王家最不缺的就是人。”话音刚落，王家深宅大院内猛然传出雷鸣般的脚步声。下一秒，足足20-30个全副武装的黑衣保镖如潮水般涌出，那股子肃杀之气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。你真觉得能在王家翻起浪花，踢到我们这块铁板，算你倒霉？众人死死盯着被包围的你，都在等着看你怎么被剁成肉泥。然而你却只是轻蔑一笑，眼神充满玩味。你们王家就这点底蕴？来之前还以为多唬人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万万没想到，你死到临头竟然还敢挑衅！王浩彻底陷入癫狂，厉声咆哮：“都傻站着干什么？给我弄死他！死活不论！”几十个黑衣人瞬间如饿狼般扑杀而至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你依旧稳如泰山。面对率先冲锋的壮汉，你连眼皮都没抬，抬腿就是一记势大力沉的猛踹，一声令人牙酸的骨裂声骤然炸响。那名保镖胸口瞬间凹陷，断裂的肋骨直插内脏，狂喷着鲜血飞砸向人群。这一脚的恐怖威压吓得所有黑衣人猛地顿住脚步，头皮一阵发麻。眼看自己的人被你一人震慑，王浩气得险些咬碎后槽牙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今天全城的顶级权贵都在场看戏，要是连你这个上门挑衅的穷小子都收拾不了，他以后哪还有脸在老爷子面前争权夺势？你在他眼里，你就是必须踩碎的垫脚石。给我上！谁要是能弄死，老子当场奖励100万。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听到100万的悬赏，这群保镖瞬间红了眼，再次悍不畏死的朝你疯狂反扑。岂料你只是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，猛然一脚踏碎地砖，双拳挥舞间卷起阵阵罡风，冲在最前面的几人如同破布口袋般横飞而出。仅仅眨眼的功夫，新冲出来的20-30个精锐又被你秋风扫落叶般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，只剩下满地痛苦哀嚎的保镖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稳坐外围看戏的商会大佬钱四海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震撼，猛然起身。这位王先生简直比传闻中还要可怕。钱四海身边的贴身保镖却微微摇头，这保镖可是货真价实的武道高手，更是钱四海发家致富的绝对王牌。会长他出手虽然刚猛无匹，但毫无气息波动，充其量只是个将外家拳脚练到极致的莽夫，若真对上我们武道中人，依然是不堪一击。钱四海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的精芒却越发炽热。即便如此，那也是万里挑一的猛将，单挑几十人不落下风，一般武者可做不到这般从容。与此同时，你漫不经心地拍去手上的灰尘，犹如死神般冷漠的目光死死锁定了不远处的王浩。此时的王浩早已双腿发软，看着你步步逼近，只能声嘶力竭的虚张声势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王家撒野！你今天绝对死定了！聒噪伴随着你一声冰冷的呵斥，你的身形竟然凭空消失在原地。没等王浩反应过来，你已经犹如鬼魅般闪现在他面前，紧接着就是一记响彻云霄的耳光，狠狠抽在他的脸上。强大的冲击力让王浩整个人凌空飞起，重重砸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，满口碎牙混着鲜血狂喷而出。你竟然敢打我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看到这无比残暴的一幕，人群中的陈薇薇大脑一片空白，不远处的魏小辉更是吓得肝胆俱裂，浑身被冷汗浸透。他这时候才猛然惊醒，原来那晚你对他动手，简直可以说是菩萨心肠。若是你真动了杀心，他现在恐怕连骨灰都不剩。反观王浩这边，当着全城权贵的面被你一巴掌扇飞，这种深入骨髓的奇耻大辱让王浩彻底丧失了理智，面子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的羞愤早就盖过了肉体的剧痛。他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般摇摇晃晃站起，今天要是让你活着走出这扇门，老子就不姓王！你想杀我？你死死盯着眼前的王浩，万万没想到这位王家二少双眼充血，恨不得立马将你撕碎。老子不只要你的命，还要扒了你的皮，让你知道得罪我们王家的下场。面对这般狂妄的威胁，你嘴角只浮现出一抹冷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路。你的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清晰地砸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，瞬间全场陷入死寂。紧接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，我没听错吧？他竟然说要送王二少上路。没有听错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此时陈少杰满脸阴沉地对陈薇薇低吼，你看到了吧，他简直就是个惹祸精，只要他敢动手，绝对活着走不出天海城。难道你想让我们陈家也跟着陪葬吗？不行，我要阻拦他！陈薇薇从震惊中猛然回神，她刚想冲出去，却被陈少杰死死拽住。你疯了？你是想让整个家族给他陪葬吗？他是疯子，你也是疯子吗？陈少杰手上的力道更是紧了几分。二哥，他之前救过我们家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啊！陈薇薇满眼焦急，然而陈少杰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，挣脱不开的陈薇薇只能冲着你高声绝望嘶吼：你千万别动手杀死王二少，这份后果你绝对承担不起。可是这番警告根本毫无作用，你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一样。下一秒，你一步接着一步直逼王浩而去，这下连狂妄的王浩都面露骇然。你真敢对我动杀心？不远处，钱四海的跟班小心翼翼的低语：会长，你说王先生敢动手吗？钱四海眯起眼睛，不好说，我现在也看不透他，出手狠厉雷霆，要是真被激怒了，说不定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跟班倒吸一口凉气，如果他真弄死了王家二少爷，这件事就彻底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将成为一个死局。死局就死局，与我们何干？钱四海语气极度冷淡，谁知话音刚落，他的手机猛
猛然响起。与此同时，在天海城顶级的杜氏集团内爆发出一阵惊天怒吼：“你们他妈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大的事情不提前告诉我！”天海城首富杜东海气得浑身发抖，手下满脸惶恐：“杜总，当时您正在开重要会议，我不敢打扰啊！”岂料杜东海神色骤变，破口大骂：“什么狗屁重要会议！你要知道，任何事情都没有王先生重要，别傻看着了，赶紧给我准备车！”作为天海城首富，杜东海极少发这么大的火，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一旦你在那边出了哪怕一丝意外，这恐怖的后果根本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。是杜总手下连滚带爬的匆匆备车。与此同时，商会会长钱四海死死盯着手机，来电显示竟然是首府韩秘书，不管王家下什么死手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亡灵。韩秘书的死命令毫无温度，钱四海满口答应，可挂断电话却瞬间打起退堂鼓。面对这四大家族的滔天权势，这只老狐狸暗自盘算起盈亏，结果竟然决定冷眼旁观。就在这时，你死死盯着面前疯狂叫嚣的王浩，嘴角忽然挑起一抹极度灿烂的冷笑。既然如此，我还真想看看得罪王家的下场。话音未落，你猛地抬起右脚，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般重重踏向王浩的胸口。下一秒，让人头皮发麻的骨裂声轰然炸响，王浩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，胸腔内的肋骨瞬间寸寸碎裂。紧接着，你像踢一袋垃圾一样，毫不留情地将他的尸体踹进王家大门，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人都猛地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珠子都快瞪掉在地。谁也没想到，你竟然真的当众弄死了王家二少。完了，这次连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。陈薇薇吓得双腿发软，瘫倒在地。旁边的陈少杰更是狂咽口水，看你的眼神里写满恐惧。偏偏人群中的魏小辉心里早就乐开花，却拼死憋着笑，生怕被你这活阎王牵连。然而你毫无惧色，迈着步子就朝王家大院逼近。王家家主王天福再也坐不住，带着几十号打手如狼似虎的冲杀出来，结果一抬头，一眼就撞见地上死透的亲儿子。王大少颤抖着探了探鼻息，吓得连连后退。爸二弟死绝了，王天福如遭雷击，猛地扑倒在尸体上，痛哭流涕。面对这帮悲愤交加的仇人，你却始终面无表情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你儿子想要我的命，我只好先下手为强，这就当给你们王家提个醒。小子，你竟敢警告王家，好大的狗胆！王天福气得目眦欲裂，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，你却死死盯着他，猛地往前踏出一步。要是不服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们尽管动手。此话一出，围观众人彻底吓傻，你这简直是骑在王家脖子上拉屎。远处的田四海看到这一幕，深知事情彻底失控，直接下定决心放弃保你，爸，我去弄死他！王大少怒吼着就要冲上前，可王天福却一把死死拦住他，转身看向阴影处，赵先生有劳了。一个穿着练功服的50岁老头缓缓踱步而出，脚步轻盈的可怕，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，竟然是半步宗师赵无痕。当年他可是一人单挑几百号人，毫发无损的狠人啊！钱四海神色凝重，对身边的跟班，如果让你出手，你是这赵无痕的对手吗？钱四海的跟班吓得直摇头，会长，对上赵无痕我没有半点把握。他说着话看向王玲，这次看来只能让王先生自生自灭了。赵无痕满脸傲慢地享受着众人的吹捧，随后目光如毒蛇般死死锁定你。小子，你拳脚功夫是不错，可你听过一句话没有？谁知你只是轻蔑地瞥了他一眼，连半点搭理他的意思都没有。所有人都以为你被吓破胆，连赵无痕自己都冷笑连连。紧接着他猛地释放出半步宗师的恐怖气场，这种级别的恐怖威压根本不是常人能顶得住的。此时在所有人眼里，你显然已经被这股气场压迫得动弹不得。赵无痕满脸不屑地冷笑出声，这句话就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做人做事太过猖狂，必遭灭顶之灾。谁知你连眼皮都没抬，满脸写着云淡风轻。哦，没听过，万万没想到你会如此敷衍。赵无痕的嘴角猛地抽搐不停，紧接着他看向你的眼神瞬间充满杀机。以前没听过，现在听过就行，老夫这就让你领教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话音刚落，赵无痕竟然悍然一步踏出，下一秒脚下的青石板直接被踩得寸寸碎裂，众人吓得狂吸凉气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就是半部武道宗师的逆天实力吗？就在这时，赵无痕已经化拳为掌，疯狂朝你扑杀而来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今天太狂妄，这一掌携带着猛虎下山般的骇人威势，直逼你的面门。狂暴的掌风吓得周围人连连后退，结果所有人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这回你绝对十死无生。